大逆不道！你上一世，公主闹脾气私逃出宫。母后，您既然不心疼儿臣，那臣也不愿当那随意使唤的物件。没出京城就被人偷走钱财，卖进醉风楼。眼瞅着公主被老鸨打得奄奄一息，我不忍心偷偷去照应她。你信我，我真的是当朝公主，求你救救我！公主跪在地上，捧着血书哀求我救她。你说什么？我冒着性命危险救出公主，只求她帮我枉死的父母伸冤。公主得救后，却将醉风楼付之一炬。我也被灌了砒霜，直接扔进火海。我被活活烧死，再睁眼，竟回到公主求救那天。你拿着本宫的求救信和这枚玉佩，立刻去镇国公府，去找我外祖父。记住了，事关本宫清誉，这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外祖父手里，绝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可是只要本宫脱身，你就是本宫的救命恩人，我定会让父皇重重赏赐你，保你一世富贵。快跑！双儿，捂住嘴，无论听到什么都别出来。如果她真的是公主的话，我救了她，那天娘的冤案重赏赐。好，我一定亲自送到。当年我才10岁，一点一点刨坑安葬了爹爹和娘亲。爹娘，你们等我。家里一点粮食也没有，我沿路跑下山，被抓进了醉风楼里。秦妈妈，您瞧瞧，这是新到的货。几天没洗了，是要臭死老娘我吗？哎呦喂，这骨相，这眉眼，真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胚子。秦妈妈，那这钱……只要老娘精心养上几年，等这丫头及笄了，定是全京城头一号的摇钱树。带下去。洗干净了，每天给我盯着他学琴棋书画，要是敢偷懒，就给老娘往死里打！走，找秦妈妈，走，找秦妈妈。我说妈妈，您这宝贝藏的也够久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肯放她出来接客啊？就是，小爷我可是攒足了金子，就等您一句话，非要拔了这摇钱树的头婆不可。这般过了几年，老鸨看我的神色越来越满意，就连偶然在后院见到我的各家公子儿，也时常用贪婪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问老鸨我什么时候开始接客，他们必定攒足了银子来拔个头筹。
我知道，我这棵摇钱树快要开花结果了。那些恶心油腻的眼神，让我恨不能拔下这簪子，将他们的眼珠一个个剜出来。但我不能，爹娘的血海深仇还没报，我一个浮萍般的弱女子，能依仗的只有这张脸。我得装，得忍，忍到这张脸能发挥最大作用的那一天。双儿姐姐，妈妈给您预定的衣服，放那儿吧。双儿啊，瞧瞧这成色，这可是妈妈专门托人从南边给你捎回来的云缎。整个楼里也就你配穿这个。妈妈厚爱，双儿铭记。好孩子，就是这份淡然的气概最是迷人。那些公子爷儿就吃这一套。你要什么，只管开口，妈妈绝不含糊。多谢妈妈费心。你听说了吗？3天前齐妈妈从外面带回来那个女的，长得那叫一个艳丽，可不是吗？我偷偷瞧了一眼，那气质，冷冰冰的又贵气的不行，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绝代佳人。3天前，秦妈妈带回来的绝代美人。放肆！你们知道本小姐是谁吗？我是京中贵女，你们这些卑贱的蝼蚁，识趣的赶紧把本小姐放了，否则等我家里巡览，定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贵女进了我这醉风楼的门，天王老子的闺女也得给老娘跪下接客。按住了，既然骨头硬，老娘就先磨磨你的性子。又一个。抽脚底板好啊，既能让你痛不欲生，记个教训，又瞧不出半点伤痕，耽误不了过几日给爷们儿跳舞。停，关起来，不许给饭。什么时候学会求饶了，什么时候再来见老娘。这小兔崽子越是无法无天了。双儿，你这是去哪儿啊？双儿见过妈妈。双儿啊，这回来的可是个狠角色，怕是初来乍到就要抢了你的风头，你可得给妈妈争口气。妈妈放心。抽脚底板是青楼里特有的惩罚，既能让人吃了教训痛不欲生，身上又没有明显伤处，影响不了接客。
不少刚被卖来的姐妹都受了这样的责罚。物伤其类。别叫，别把护员引来了。吃吧，秦妈妈今晚没给各房留剩饭，我好不容易攒下的。她跟那个老女人不是一伙的。快拿着，趁热吃，说不定可以让她把消息带出去，让外祖父带人来救我，为我报仇雪恨。姐姐，你救救我！我不是什么贵女，我是当今帝后的嫡女，嘉诚公主。你拿着这个去镇国公府，那是我外祖父家，只要把玉佩交给管事，他们一定会派人来救我的。镇国公府，皇后母家，求你了，只要你帮我传信，本宫爹会重重赏赏你，保你一世荣华富贵。我被卖进醉风楼6年，很清楚偷溜出去被老鸨抓住，必定会落得乱棍打死的下场。大仇未报，我不能允许自己出任何差错。你不能走，求你了，求你了！爹娘，双儿今日把命赌进去了，只要能查清真相，双儿死而无憾。闭嘴！再敢纠缠，立刻扭送官府治你个惊扰之罪！不自量力，镇国公府也是你这种人敢闯的，休怪我们不客气。拿下！冤枉啊！看仔信物，公主身陷醉风楼，国公爷救命啊！拿过来。入府封锁消息，快！爹娘，女儿成功了，你们的冤情终于要真相大白了。小美人儿，别躲了，让爷好好疼疼你。别过来，别碰我！
别杀我！别饶命啊！给我杀了他！臣救驾来迟，封锁醉风楼，一个不许放走，送公主回府。公主，爹娘，仇要报了！醉风楼怎么起火了？真的好大的火！不知道前火军有没有赶去啊？可别死人喽！哎，看那儿！双儿，本宫的名声容不得半点污秽。这世上，凡是知道本宫在这安扎地方待过的人，都得死。看在你帮过本宫的份上，这瓶算本宫赏你个痛快。公主，你明明答应过奴婢，要替奴婢查清楚当年爹娘惨死的真相。查，2条草芥般的贱命而已，在这乱世里死了便死了，有什么好查的？该死的贱婢，不过是帮了本宫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忙，就真以为自己有了泼天的功劳，竟然还敢在这儿跟本宫讲条件，挟恩图报。既然你这么想念你那死鬼爹娘，本宫现在就大发慈悲，亲手送你去见他们，岂不是更好？还愣着干什么？给我灌完！公主，奴婢这条命您拿走便是，奴婢死不足惜，可求您看在奴婢冒死救您出来的份上，替我爹娘报仇啊！求公主开恩，求公主成全。就你也配提这个字？你给我记清楚了，若没有本宫今日一把火烧了这安糟地方，过不了几天，你就是个千人整万人玩的破烂货！什么救命之恩，在这京城里，从来只有本宫救人的份儿。你算个什么东西？去死吧！带着你那些荒唐的念头，一起烧成灰！爹娘，女儿来陪你们了。既然你这么喜欢被千人整万人玩的，本公主今日就大发慈悲，让你在临死前好好享受个够。赏给你们了，就在这儿干，别让本宫等太久。公主赏的。
该死，竟然！真扫兴。若有来生，我定要你血债血偿。姐姐，姐姐，你说话呀！我听秦妈妈说了，你过2日就要挂牌接客了。难道你真想过那种千人整万人玩的下贱日子吗？只要你现在帮本公主逃离这火坑，等我回了宫，我定会求父皇亲自下旨给你脱了这贱疾。不仅如此，本公主还保你封个郡主，给你一整块丰饶的封地，让你这辈子都尊贵体面的活着。封郡主，赐封地。你若不信，我可以立字据，我可以对天起誓，只要我回了宫，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可以给你无上的封号，数不尽的土地，享之不尽的金银珠宝，还有免死金牌。上辈子我也是这么信的。姐姐，只要你答应帮本宫这一回，你就是本宫的再生父母。等我回了宫，定许你一世荣华。上辈子我不求富贵，只求冤案昭雪，你却毒杀我，焚毁我，甚至让侍卫毁我清白。如今还指望我救你，简直是痴人说梦。不过直接拒绝太便宜你了，总要给你点希望，再在你以为要逃出升天的时候，狠狠把你踩回地狱，那才叫杀人诛心。既然公主如此抬举，奴婢自然愿为公主效力。好，那你快去，趁着夜色赶紧走。前世你说我只帮了个小忙，那这一世我就让你瞧瞧，没人帮这个小忙，你这金枝玉叶会落得个什么下场。只是这醉风楼守卫森严，奴婢得好好筹谋一番，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啊。只是什么？只要你能把仙送到，你要什么本宫都答应。这是什么？姐姐若有要求，尽管提，只要本宫能脱身，金银珠宝、高官厚禄，本公主什么都能满足你。前世我竟瞎了眼，没瞧出他这副蛇蝎心肠，给我跪，就已经把这受辱的账记在我头上了，当真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公主言重了，奴婢哪里敢要赏赐？奴婢只是担心，这血书和玉佩虽然珍贵，可落在旁人眼里，多多少少都有伪造的可能。万一国公爷见奴婢人微言轻，不肯相信这些物品，岂非耽误了救公主的功夫？最好能有那种只有国公爷知道，定能证明公主身份的密室。这还不简单？我告诉你，我外祖父他……这是本公主5岁贪玩，不小心被水果刀划伤的。当时外祖父心疼得红了眼，守了本宫整整1夜。你只要提这一处，他老人家自然明白。镇国公既然知道，宫里的太医院也定会有详细记档。这么隐秘的伤处，若非他亲口提及，外人绝无可能知晓。这把柄以后可是要派上大用处的。公主放心，奴婢定会守口如瓶，必定把消息稳稳当当的送到国公爷手中。姐姐果然人美心善，本宫先前当真是没看错人。事不宜迟，你趁着现在夜深巡逻松散，赶紧溜出去，务必要在天亮之前赶到镇国公府，把本宫受难的消息告诉外祖父。快去！公主放心，奴婢这就去。
谁呀？妈妈，是双儿，是双儿啊！快进来，这个时辰不歇着，巴巴的跑来找妈妈，可是嘴馋了，想吃哪家的点心？双儿，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熬夜对皮肤可不好，要是熬坏了气色，过几日挂牌可就入不了贵人的眼了。劳烦妈妈关心，双儿一切都好。妈妈，女儿知道新来的那位妹妹不听话，惹您生气了。女儿心软，想着大家都是苦命人，就偷偷去劝劝她。谁知道，可是那小蹄子还不服管教，哼，这种烈马老娘见多了，再多挨几次板子，她自然就乖了。不是，妈妈，那姑娘说她是皇后唯一的女儿嘉诚公主，她咬破手指写了这封血书，非要让女儿拿着去镇国公府搬救兵。双儿人微言轻，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女儿不敢擅作主张，只能赶紧来告诉妈妈。你说什么？她当真说自己是公主？怎么会？难道莫不是中了真邪了？妈妈，双儿方才听她说话的底气，实在不像寻常人。她甚至发下毒誓，说妈妈胆敢用板子折辱她，待她出了这扇门，定要将妈妈剥皮抽筋。她还说要把整个醉风楼的人通通杀光，一个活口都不留。双儿越想越怕，这才斗胆来寻妈妈拿个主意。不会的，一定不会的。公主那是何等金枝玉叶，平日里定是养在深宫重重护卫着的，哪能随随便便就被卖到这花柳巷来？一定是那姑娘为了逃命，才红了眼随口胡诌的。妈妈，您千万别被她唬住了。我若表现出相信她是公主，妈妈为了保命，指不定连我也要一起灭口。这会儿我得咬死了她，就是在胡言乱语。双儿，你向来是个聪慧的，最得妈妈的心。依你之见，这件事咱们该如何收场才算干净？双儿愚钝，只知道这世上只有死人才能够永远保守秘密。嘉诚公主，这句话是你前世教给我的，如今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嘉诚公主失踪太久，宫里内卫迟早要翻遍京城。虽然我恨不得把她剁碎了喂狗，但夜长梦多，若被官兵搜出来，大家都得陪葬。双儿呀双儿，平日里瞧着你柔柔弱弱，是个性子和软的好孩子，没想到关键时候倒真能拿得定主意，半点没犯糊涂。看来以前倒是妈妈看走眼了。双儿也是为了咱醉风楼近100个人命着想，妈妈也知道那些王公剑贵向来视人命为草芥，万一这中间出了什么变故，让外头搜到了人，到时候别说赏赐，只怕这楼里上上下下一个活口都留不下。这是自然。行了，这事儿妈妈心里有数，自有依仗。你操心了一整晚，且先回去歇着吧。这种时候，最稳妥的法子就是立刻杀了嘉诚公主。可秦妈妈贪财，这人是她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摇钱树，她舍不得。是，妈妈也早点休息，走一步看一步吧。只要我死死盯住那个柴房，就算官兵真的杀到，我也定要在她获救前亲手送她上路。等等，双儿，你先别走，陪妈妈走一趟，去瞧瞧那个自称公主的小蹄子。是。
前世你打得大家措手不及，这一世秦妈妈既然有了防备，这醉风楼就是你的埋骨地。行了，你们下去守着，连只苍蝇也别给老娘放进来。听双儿说，你这小蹄子竟是当今圣上最疼爱的嘉诚公主。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本宫待你不薄，你竟敢去告密加害本宫！姑娘这是说的什么话？奴婢这也是为您好。秦妈妈在这京郊地界儿最是为人厚道，向来心疼咱们姐妹。以姑娘这般倾城之姿，只要乖乖听妈妈的话，往后必定是吃香喝辣，受尽荣宠。你又何必编带出当朝公主这种离谱的故事来骗人呢？万一落个欺君罔上的名声，妈妈也保不住你呀！闭嘴！本宫没有编故事，本宫真的是大萧的嫡长公主。本宫最后一次警告你们，立刻马上把本公主放了，否则等父皇的铁骑踏平这醉风楼，本宫必定将你们这群蝼蚁千刀万剐，让你们求生不得，死不如死！是啊，就是我害的，你又能如何呢？哎呀，姑娘，快别说这些胡话了。您若是公主，那奴婢岂不是仙女下凡了？这些话若是传出去，妈妈的买卖还做不做了？您这性子啊，还得磨。在这醉风楼，向来是听话的活得久，像您这样喊打喊杀的，怕是见不着明天的太阳。你这低贱的胚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编排本宫？本宫一定要杀了你，杀了你们全家！看来这小蹄子是留不得了，还没等老娘赚回本，就想着要老娘的命。这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候，但凡是个聪明人都该坐低服小。看来我刚刚这番挑衅已经把他气昏了头，这也正是我想要的效果。随便激一激，果然就暴露了本性。秦妈妈，刚才是本宫不，是小女子一时糊涂冲撞了您。只要您大发慈悲放我走，您想要多少银子？1000两、1万两，我家里都能给。咱们实在没必要闹到这般不愉快的地步，你说是不？换句话，她若不暴露自己的公主身份，只说自己是个寻常商户家小姐，家里愿意用千金来赎，还有一线逃出升天的可能。如今这般，却只剩死路一条了。喝了吧，这药能让你安静点，也省得你整天做那些公主的春秋大梦。我不喝！你们敢毒杀本宫！救命！救命啊！放开我！你们这群疯子，到底想对本公主做什么？做什么？当然是帮姑娘治治这满嘴胡说的毛病。喝了它，以后你就再也没办法胡言乱语了。直到这会儿，他最恨的也不是毒哑他的秦妈妈，而是不肯冒死帮他报信的我。可惜，恨又如何呢？在这深宅深渊里，恨是最没用的东西。前世我拼死护你清白，你却送我砒霜火海。既然你这般狼心狗肺，那这一世我就送你下地狱。妈妈，这位妹妹虽然不能说话了，可奴婢瞧着她那双手还是伶俐得很。万一哪天趁人不备写出什么不该写的，也是个祸害。你说的对，斩草得除根。放心吧，她这辈子都写不了字。这仅仅是开始。这位是人命如草孽的天之娇女，她
他的下场绝对要比前世的我惨上千倍万倍。诸位爷瞧好了，今儿个刚到的新货，虽是个不能说话的，但这模样这身段，全京城也寻不出第二个。秦妈妈，别废话了，这种角色，老子出500两，500两也想拔头筹，我出1000两，老子最喜欢这种闷葫芦，玩起来带劲儿。1200两，2000，谁比老子强？商人社会地位低微，就算做梦也没机会见过公主。秦妈妈把她扔在这儿，既能卖个天价，又能杀人灭口于无形，真是个好去处。爷，您里边请，这可是咱楼里新到的角色啊。小宝贝儿，躲什么躲？等爷今晚把你伺候舒服了，银子少不了你的。这商人可不是什么莲香玉的主儿。前世你视名节为命，为掩埋不堪不惜将我挫骨扬尸，如今我就要你亲眼看着你的名节是如何被这凹杂之人一点点踩进泥潭里的。妈妈，双儿啊，这些日子你要好生准备着，过几日的画牌务必要一鸣惊人，引得那些真正的贵人垂怜。记住了，这世上自作聪明却又没有用处的人，何该落得个这般万劫不复的下场？何必他警告呢？这6年来，我日夜勤勉，从起舞弄乐到取悦男人的手段，每一项都仔细钻研。只要是个男人，我就要让他看我第一眼时就魂牵梦萦。色艺双绝的妙龄女子，任何时候都是奇货可居。秦妈妈这种钻进钱眼里的人，绝不会让我这棵摇钱树随随便便烂在醉风楼里。时机成熟，他定会送我去侍奉那些手握重权的贵人。只要能牢牢抓住那些人的心，我就能查清当年的灭门真相。不过是山沟沟里最不起眼的猎户。爹娘，你们一辈子与人为善，连只野兔都舍不得遭碎，到底招谁惹谁了？宫里可容不下那么多心善的活物，要怪就怪你们自个儿命不好，偏要长那一副菩萨心肠。宫里，又是宫里，这其中定有颇天的隐情。想查真相，我就得踏进那座吃人的城，接近权力最中心的那帮畜生。攀附权贵的机会，这辈子有且只有一次，哪怕是万丈深渊，我也得跳下去。好一个惊鸿舞，双儿，妈妈阅人无数，可你这身段，这眼神，连妈妈一个女人都要被你勾了魂去了。妈妈说过，贵人们向来喜好轻盈灵动的，既然要跳，自然要做到极致。何止是极致，你这每一根头发丝儿都透着诱人的味儿。放心吧，那位贵人见多识广，可只要见了你，保准他这辈子都移不开眼。有人在看我。
又来了。不管你是谁，既然想看，那就看个够吧。沉得住气，才能走得长远。既然你不愿露面，那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双儿啊，瞧瞧这些，都是为了过几日献舞特意给你准备的。只要你高兴，妈妈什么都舍得。来，快进屋看看。你到我家来，我家有一个胖臭娘们儿，躲什么躲？再敢咬人，妈妈说了，就把你那满嘴牙一根根拔了。秦妈妈，府里丢了件贵重玉器，说是贼人往这片跑了，可曾见过形迹可疑之人？哟，官爷，咱们这儿开门做生意的，每天进出的贵人多如牛迷，贼人哪敢往这儿钻啊？您若不信，尽管进去搜，只是莫要惊扰了里头的贵客。若有消息，重赏。走。这就是你等的人，可惜啊，他们只说丢了东西，可没说丢了人。清高给谁看呢？在这儿，你连条狗都不如，给我往死里折腾，让他记清楚自己的身份。这种法子倒不像是在做生意，倒像是替谁在泄愤。暗中盯着我，又盯着他，是想看我怎么做，还是想替我出这口气？不，贵人眼里没棋子，除非他也想让那位嘉诚公主生不如死。仇家要是重合了，这出戏才算好唱。半个月了，镇国公府丢的那个古董宝贝，还是连个影子都没见着。要报仇，就得先折断白家的脊梁；要把白家连根拔起，就必须把萧如叶从储君之位上生生拽下来。蚍蜉撼树，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想看大树倒下的人。天家父子手足哪来的真心？想让这位太子爷死的人，怕是排到了城门口。来喽！哎，你听说了吗？镇国公府那帮侍卫满大街撞悠，找的根本不是什么劳什子古董，那是找什么？嘿嘿，是那位嘉诚公主。听说啊，公主早有了意中人，死活不肯嫁给镇国公家的世子，竟然在半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卷了细软，跟情郎私奔出城了。真的假的？公主跟人跑了，这可新鲜。外头这流言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什么陶公、情郎，荒唐！爷，三人成虎啊！外头传的有鼻子有眼的，说公主先前确实在宫里为了婚事顶撞过皇后，现在这风声压都压不住，底下那帮寻人的侍卫走到哪儿都被人指指点点的。行了，别在大马路上晃悠了，回府。恭迎圣驾！乔见没？国公爷亲自辟谣了，说公主一直在宫里待着呢。之前那些流言全是疯话。可不是，你看这车仗，不是公主又是谁？今日乃公主驾临的大喜日子，哪里来的疯乞丐在这平天晦气？混账！还不快把这脏东西赶远些！冲撞了贵人，你们担待得起吗？是。臭要饭的，也不撒尿照照镜子，这儿也是你能冲撞的地方。滚远点，没皮没脸的东西！
瞧瞧，这就是大萧最尊贵的嫡公主，一旦脏了废了，瞬间就成了弃子。你的亲外祖父宁愿认一个来路不明的冒牌货，也没多看你一眼。在他眼里，你现在连路边的野狗都不如。知足吧，若不是我，你现在还在醉风楼里被人搓磨。离了那座皇城，离了别人的垂怜，你那引以为傲的身份，不过是一层一戳就破的皮。别等了，镇国公府刚传出消息，丢的那件古董宝贝已经完璧归赵了。还没听懂吗？你外祖父认下的那个公主，此刻正安安稳稳地坐在席间用膳，外面的流言已经停了，没人再记得那个陶宫的嘉诚公主。跟皇家颜面、镇国公府的颜面比起来，谁是真正的公主，一点都不重要。双儿啊，7天后就是你的及笄之日，也是你挂牌的大日子。妈妈定要请遍京城里最有头脸的贵客，给你办一场最风光的及笄宴。那些顶破天的贵人，妈妈都给你备好了，就看你有没有本事跳进那富贵窝里去了。7天后，无论来的是谁，我都要抓住这根藤，爬出这泥潭，破釜沉舟，只此一搏。好孩子，去吧。这几天好好养着，到时候给妈妈挣个大脸面。双儿，妈妈能护你到这儿已是尽力了，进去吧。主子面前一个字都不能说错，仔细着你的小命。是，双儿明白。奴婢双儿给三皇子殿下请安。看来秦妈妈教人的本事又长进了，竟然连姑的身份都敢随口告诉一个挂牌的姑娘。你可听说过，往往死得越快。奴婢愚笨，只知道主子指哪儿，奴婢就打哪儿。主子要奴婢变成什么样，奴婢就是什么样。姑好奇，你一个小小的丫头，如何确定姑就是三皇子？回殿下，奴婢原本不确定，不过是您刚才亲口承认了。满京城除了殿下您，再没有人会这么恨嘉诚公主，不惜毁了生意进项，也要让她受尽世间最肮脏的屈辱。嘉诚公主本是奇货可居，秦妈妈唯利是图，绝不会做这种劫库巨流的亏本买卖，除非是主子您的意思。会做这般损人不利己的事，唯一的可能就是您与她有着不共戴天的死仇，就像奴拜与嘉诚公主、镇国公府、皇后有着血海深仇一样。冷宫之中，嘉诚公主放恶犬撕咬淑妃，逼死淑妃，害您险些丧命，落下终生病帛。奴婢叩谢殿下，感谢殿下费心出奴婢爹娘惨死的真相，更感谢殿下将这些血债一字不差地告诉奴婢。奴婢不是傻子，自打后院那道目光落在奴婢身上，那些石沉大海的消息才接二连半地送到奴婢嘴边。这京城里除了殿下，没人会给奴婢这把杀人的刀。你果然是个聪明的，你的爹娘曾受过母妃大恩，当年为了护住母妃和襁褓中的我，才被皇后灭了口，是姑亏欠了你们一家，你爹娘的仇，姑拼了残躯也会为你报。我今日便去了你的奴籍，放你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殿下当真是好意，可奴婢若真走了，谁来替殿下在那人心口插上最深的一刀？奴婢爹娘的仇，自该由奴婢亲手来报。奴婢愿以这一身皮肉为饵，蛰伏在太子萧如绝身边，待到时机成熟，定给他致命一击，送他去地府给我爹娘磕头认罪。你要知道，进了东宫那个吃人的地方，一旦败露，姑保不了你。殿下多虑了，男人只有在榻上被伺候的骨酥肉麻的时候，警惕心才是最低的。那时候他心底藏着什么烂账，奴婢都能挖得出来。
我的美貌，我伺候人的手段，对他这种人来说是躲不开的毒眼。双儿，你这妖精真是要了姑的命！你且在府里住下，姑虽暂时给不了你名分，待姑登基那日，定让你做未同父后的贵妃。奴婢身份卑微，哪里敢肖想贵妃之位，只求能日日夜夜守着殿下，便心满意足了。可他不知道，这个被他捧在手心的女人，心里藏着的是将他拖入地狱的尖刀。镇国公府那边，兵部的调令，还是双儿贴心。萧如觉生性多疑，这些消息真假难辨，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绝不允许有任何闪失，哪怕立功心切也得憋着，等一个老皇帝无法拒绝，能将太子与镇国公府连根拔起的时机。陛下，臣要参奏镇国公府，白家私自豢养私君，更欺君罔上，找义权妇假冒嘉诚公主入宫，此乃灭族之罪。荒唐！传嘉诚公主进殿，朕要亲眼看看。陛下，此乃朝中奸孽构陷，公主一直安在宫中，何来假冒之说？臣对陛下忠心耿耿，绝无欺君之事，请陛下明鉴。启禀陛下，嘉诚公主5岁时，左手食指曾被水果刀划伤，指腹留有一道浅疤，此病例记录在案，请陛下过目。来人，给朕验他的手。混账！竟敢联起手来欺骗姑！来人，把白家上下全部给朕拿下，彻查此案。别动！冤枉！儿臣从未见过这些东西，是有人栽赃！父皇，儿臣冤枉啊！他当然不知道，这种手段漏洞百出，可老皇帝忌惮萧如觉已久。他要的从来不是真相，而是一个能名正言顺除掉这根心头刺的由头。白氏，这间屋子你可眼熟？当年淑妃娘娘便是在这儿看着你放狗示人。你是苏玉儿那个小贱人的种，本宫竟然被你这个奴才的种算计了！苏玉儿本是本宫的奴才，背主忘恩，活该被乱刀砍死！我母亲对你忠心耿耿，你却为了拉拢太监总管，不顾她已有心上人，执意要把她送进火坑。若非淑妃娘娘舍命相护，她早就烂在深宫枯井里了。你刻薄寡恩，众叛亲离，都是你应得的报应。陛下有旨，改元建成，大赦天下。万岁！传旨，猎户之女苏宁、双儿，其父母当年舍命救驾，功在社稷，册封苏氏为安乐郡主，赐封地江南苏城，即日离京。遵旨。郡主，圣上刚登基，您不等大典过后再走吗？最是无情帝王家，这京城里的风都带着血，再不走，等着哪天被灭口吗？放行。郡主，圣上给您的是全大萧最富庶的封地，赏赐也是挑了又挑，奴婢觉得
皇上心里还是有您的。或许吧，但这些已经不重要